长见十里无霓虹，看你消失于天地，但不会最初的相遇。相遇你，厮守却敌不过流言蜚语。站在岁月里凄凉，看世梦蹒跚。 笑着人世里虚假，最美就闪燃。是非千变，红月千言，浮影在你的面前。谁斩得了命运天关？谁断得了真邪离乱？一生痴醉，大梦千年，难忘这。 清风，雪如烟。烈阳逐海。怎有可能？几招下来，我虽然不落下风，但也没占优势，修为差距短时间内无法逾越，看来只能用特殊手段。浩广，再接我一剑！阳逐海，岁月晨星。真灵境武王不过如此。聂风，给我死！是昊天令。 浩广要动用昊天令，师父，我们要不要去帮师弟？莫急，相信聂风，他应该还有底牌未用。困不住我的！好，剑来！昊天剑可是祖师当年的佩剑，堪称九域第一。聂风死定！ 师父，那是什么剑啊？昊天剑，昊天祖师当年的佩剑，肉爆发全部威能，可斩杀巅峰武王。浩广虽不能发挥出昊天剑的全部威能，但也足以斩杀同为真灵境初期甚至中期的武王。师弟仅为塑魂境巅峰，如何挡得住啊？再强也只是个器物，只要有威力相当的宝物对抗，他便伤不到聂风。 但是昊天剑最可怕的不是它的实力，而是能够驱动笼罩在整个昊天宗的昊天剑阵。剑阵一出，铺天盖地，恐怕只有武圣能挡。师弟他……别担心，他还有后招。
杀！昊天剑乃昊天祖师的佩剑，聂风，你能死在昊天剑下，是你此生最大的荣幸。去！小小珠子也敢当我圣兵，妄想！不可能！你这破珠子怎么挡得住昊天剑？风血惊眼！成哥！聂风，我要将你碎尸万段！昊天剑阵！昊天剑阵，哪怕是武王也必死无疑。聂风，你天资再好，今日也是你的死期。你破坏了药王峰的剑印。今日便到此为止，日后我再上昊天宗，便是你昊家覆灭之时。拦住他！师父师姐，跟我走。哪里逃？空说，尔等咄咄相逼，我又怎能不送一份大礼回敬呢？哼！传令下去，聂风、颜若冰为昊天宗叛徒，清河湾聂家和青州府颜家杀无赦。黄景川背叛宗门，解除药王峰首座之位，逐出昊天宗。药王峰其余人等今日起禁止外出，留在药王峰接受盘查。若有同党，一并问罪。是。此次事态严重，必须将后周从海外召回来。他是真灵剑后期武王，若有他在，加上昊天剑，定能挽回局势。唉，也不知简飞星那边进展如何。放心吧，星海商会内很多都是他的亲信，我们里应外合，拿下星海商会只是时间问题。帮主，不好了！慌慌张张像什么样子？线人来报，说什么了？说副会长简飞星纠结党羽反叛商会，被严四海当场击杀。什么？果然，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这次宗主令来的匆忙，行动上自然多有纰漏。只是，严四海是如何发现简飞星有问题的？已经不重要了。简飞星和他的心腹实力都不弱，想要一举歼灭他们，严四海也必须付出不小的代价。我们现在就攻进去，杀他个措手不及。
严四海，束手就擒吧！看来你们是不会有援兵了。严四海，你被打傻了吗？覆灭你们易如反掌，何须援兵？有诈啊！快撤！想走？可能吗？聂风，还好有你提醒，我才能早做准备，躲过简飞星的暗算。你真是料事如神呐！聂公子的确神机妙算，多年前便预见到会有这么一天，连日期都算得很准确，所以我才能及时出现。你多年前就料到了这些？师弟，难道你还学了预测未来的功法吗？很简单，我见到师姐的第一眼，便对师姐一见钟情，也就知道以我的天赋，浩家必不容我，撕破脸是迟早的事。到那时，师姐定会和我共进退，这样一来，浩家必然会迁怒于严家。而且，我观简飞星此人，獐头鼠目，非牢靠之辈。加之简天豪平时又和浩飞尘、浩一虎一流走得很近，倘若严家和浩家对立，简飞星肯定会站在浩家这边。严会长，在下有一事相求。说吧，你我不必见外。晚辈倾慕令爱已久，愿往后余生与她白首不弃，生死不离。望会长成全。此话当真？我可就这一个女儿，你真的愿意爱护她一生一世吗？当真。若冰是我此生挚爱，我绝不会辜负她。你的品性为人，我信得过。不过，冰儿的终身大事，必须由她自己决定。冰儿，你的想法呢？你可愿意嫁给聂风，和他相守一生？冰儿，大胆地说，若你不肯，谁也没有办法勉强你。我愿意。好，这次去聂家就和未来的亲家公好好商议一番。爹，若冰，这一世，我誓护你一生平安。是真灵篇的心法。原来如此，三式剑招虽然是昊天剑典真正的杀招，但其精髓却在心法上。没有心法主导，再强的杀招仍是徒有其表。只有心法和剑招结合，才能发挥出剑招真正的威力。皓日流光，哼，岁月晨星。
毁天灭地！接下来，就是依靠真灵篇创出真阳剑诀的第4式了。残阳落日，紫阳耀天。 烈阳逐海，成功创出第4式剑招了。这招能够彻底激发真阳之火，拥有毁天灭地之威，就叫真阳焚噬吧。看来突破真灵境的时机也快到了。从宿魂境到真灵境，最关键的是将虚化的神魂凝练成真实灵体。但是磨练神魂的过程极为痛苦，无论如何都要撑住。灵体成型，天罚即来，要开始了。 终于到达真灵境了，我成为武王了。从今天起，再也没人能威胁到我，哪怕8大宗门围攻，也不足为惧。不过，8大宗门始终是个麻烦。趁浩宙还未归来，必须先发制人。首先，去一趟万剑宗。万剑宗的万剑罡气乃当世剑法绝学，我若能学到，或许还能创出更厉害的剑招。而且，这也是答应剑灵峰的事情。接下来。 再去一趟紫阳宗，紫阳宗拥有天下第1火脉紫阳火脉，若能得到，可助我早日修至真灵境巅峰。前世我被8大宗门追杀时，紫阳宗出力最盛，今世必须给他点教训。另外，若冰的寒毒越来越重，冰禅宗也要去一次。想要化解他的寒毒，就必须得到冰禅宗的寒玉冰成功。 风儿，这是什么阵法？我怎从未见过？这是我在一本古书中学到的阵法，叫九阳剑界阵。不过目前条件有限，我布置的只是一个简易的九阳剑界阵，威力不大，防御力倒是不错。你想的可真周到。有了这阵法保护，又有我在聂家，就算昊天宗的人攻来，他们也讨不到什么好处。撑上数日还是没问题的。我在这阵法中施加了秘术。 若遭到攻击，我会第一时间感应到。
这是阵法的阵符，我和剑大哥不在的时候，就拜托师傅了。在下万剑宗长老魏虚，不知两位从何而来，到我万剑宗有何贵干？剑空尘何在？让他出来受死！阁下好大的口气，敢对本宗武王出言不逊，是活得不耐烦了吗？滚！闪杀剑法，你怎会剑家秘传的闪杀剑法？你到底是谁？剑空尘，出来受死！是武王？怎么会有如此年轻的武王？他是昊天宗的聂风，上次见他的时候，他还只是塑魂境初期，这才几年，都升武王了。聂风，我听过你的名字，你果然很出色，比你们昊天宗的祖师昊天都更早突破真灵境，这一点本王很佩服。不过，我万剑宗和你昊天宗并无纠葛，本王也与你无怨无仇。你无故上门来要本王性命，是何意？况且，本王突破真灵境已近100年，如今已修炼至真灵境巅峰，再加上本宗至宝万剑匣，想杀我你还嫩了点儿。趁早滚回昊天宗，不要自取其辱，伤了两宗和气。看来浩广怕丑事外扬，封锁了我背叛的消息。剑空尘，你我之间虽无怨仇，但你对剑灵峰做过什么，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今日我是为剑大哥而来，让你为当年的行为付出代价。剑灵峰，剑空尘。看来你还记得我，剑灵峰，你怎么还活着？当年你设计将我困在凤鸣山，一困就是400年，整整400年呢。若不是我根基深厚，根本撑不到现在。好在这位聂公子助我脱困，否则我必含恨九泉。既然我命不该绝，那这笔账就好好跟你算算。原来，当初在凤鸣山上抢凤颜玉的疯人就是你。没错，是我。剑灵峰，虽然你在凤鸣山被困了400年，但你依旧是我万剑宗之人，敢对本宗武王出言不逊，就算你是我剑家元老，也饶不得你。可笑，有聂公子在，杀剑空尘易如反掌，用得着你来饶恕我？剑空尘成为武王已近100年，修为接近真灵境巅峰，一个区区的新晋武王，也敢对剑空尘扬言生死，根本是在自寻死路。寒阳落日，狂妄！怎会？好。万剑罡气，阳耀天，杀！聂风，这是你逼我的。来
尝本宗至宝万剑匣的滋味吧！烈阳竹海，这怎么可能？看着夏宗义似乎还未尽全力，在这不易。尹峰，万剑宗与昊天宗向来交好，我剑家武王剑经玄与你昊天宗武王昊纣更是生死之交，你莫要！我已反叛昊天宗，你说什么都没用。什么？我新创了一式剑招，剑空尘，不如你来试试。真阳焚噬！哼！聂风，将我宗至宝万剑匣还来！有本事自己来抢啊！你尔等德行有亏，不配拥有此宝。剑空尘已死，作为补偿，他的东西自然要交给剑灵峰大哥保管。剑大哥好歹也是你们万剑宗主脉之人，如果不是剑空尘陷害，他早已习得万剑罡气，成就武王。所以，你们必须交出万剑罡气的修炼功法，这样，这段恩怨才算真正了结。武王剑经玄不在宗内，若和他正面相抗，就算赢了也是元气大伤。倘若其他宗门趁虚而入，则宗门危矣。好，万剑匣暂时由剑灵峰保管，万剑罡气的修炼功法也可以给他，但是你们得保证，不再伤我万剑宗弟子分毫。放心，这是我和剑空尘的恩怨，我绝不迁怒于他人。功法在此，拿上东西，赶紧给我走人！是真的。我们走。聂风、剑灵峰，等剑经玄归来，就是你们的死期。有了万剑罡气，不久之后，你就能突破真灵境，成为武王了。聂公子，这次多谢你了。剑大哥不必客气，我只是履行承诺而已。无论如何，你都对我有恩，往后我会拼尽全力为你护道。日子还长，我们共同进步。接下来我要去紫阳宗，路途较远，你可以选择随我同去，也可以选择回聂家。我愿同往。前方就是紫阳域了。这种感觉，怎么了？师父启动了九阳剑界阵，有人袭击聂家，我们回清河湾。好。
聂风，出来受死！这威力也太惊人了吧！也不知道这阵法还能支撑多久。这都2天了，他每天都来折腾，怕是撑不了多久了。据说连黄前辈都不是他的对手，希望少主能快些回来。风血精炎，居然不是后周。你认识他？他是紫阳宗武王蓝佑堂。一会儿你不要出手，在一旁静观其变。好。蓝佑堂，哼，你就是聂风？正是。蓝佑堂，你应该待在紫阳宗，来这里作甚？如果本王没记错，你今年应该只有31岁，竟然已经修成武王了。看来你很了解我呀。当然了解。我问你，我侄儿蓝化阳是不是死在你手中？或者是他？看样子，蓝化阳在他面前没少提起我。与剑大哥无关，蓝化阳是我所杀。果真是你！他妄图夺我的真阳之体，我不得已只能自保。若不是顾及昊天宗武王，本王早就亲手将你拿下了，何至于让化阳白白丢了性命？现在你也被昊天宗抛弃，聂风，你就去黄泉好好向我侄儿赔罪吧。是浩广把消息透露给你的吧？不错。没有昊天宗的庇护，你天资再强，也得给我侄儿陪葬。阳化棘手。哼，今天你必须死。我正愁该如何取得紫阳镜，你就主动送上门来了。这次可不能让你再跑了。可惜啊，紫阳镜对我是无效的。这是什么宝物？你以为我只有这些手段吗？你有的，婆也有。怎会？蓝佑堂，你难道就没想过，浩广有昊天令和昊天剑在手，为什么他自己不来找我，却把消息透露给你？浩广这个老狐狸，聂风，我们都是武王，这样打下去毫无意义，不如就此罢手，以往的恩怨一笔勾销，如何？我原本就打算去紫阳宗找你，现在你自投罗网，还走得了吗？本王可是真灵境中期，一个真灵境初期，还想拿我怎样？哼，试试就知道了。真阳分身！可恶！焚天一剑！
阳烛海，哼！紫阳耀天！哼，哪里走？来！幸好我体内的真阳之火和紫阳境同源，才能把它擒住。但是想要它真正属于我，必须毁掉里面的武圣禁制。蓝佑堂一死，相信在短时间内不会有人来攻打聂家。剑大哥，保险起见，你还是留在聂家安心突破武王，我一人去紫阳宗取火脉。这好，你先放心去，我会和你师父一起看顾好聂家。有了。聂公子年纪轻轻便已突破武王，如今我有万剑罡气在手，也该加把劲儿了。没有武王坐镇，果然顺利许多。就是这里了。有了紫阳火脉的辅助，我的修炼速度定能大大提高。发生何事？啊，是紫阳火脉那边，快去看看。走。怎么会这样？是谁这么大胆子，敢偷走紫阳火脉？此人能在我等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取走火脉，至少是武王级别，而且身怀火属性异宝。眼下宗内没有武王坐镇，宗主又失踪多年，绝不可妄动。赶紧将此事告知圣女。八大宗门的至宝，我和剑大哥已获其二。倘若他们再如前世那般，跟随昊天宗前来围攻，实力也会大打折扣。我唯一要对付的，就只剩下昊纣一人。不过，在此之前，师姐身上的寒毒需要趁早处理。也不知道聂师弟现在如何了。冰禅宗和昊天宗同样拥有3名武王，平时只有1名武王姬雪烟在宗门坐镇。他的实力虽不是最强，但身怀至宝极寒之舞冰禅玉，也不可小觑。罢了，前世尽管姬雪烟也参与了8大宗门的追杀，但他是最不卖力的一个。我和他之间犯不着生死相向，还是尽可能智取吧。师弟，想什么呢？这么出神，连我来了都没有察觉。不是没有察觉，而是没必要察觉。你我之间何须如此生分？贫嘴。师姐，过2天陪我去一趟冰禅宗吧。你是想？没错，你的寒毒不能再拖了，必须尽快拿到寒玉冰禅功。寒玉冰禅功是冰禅宗的独门绝学，他们会给吗？我自有办法。好，我信你。
叶枫，你也太嚣张了，一上来就索要我宗绝学，当真以为成为武王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？算不上索要，不过是借来一官罢了。我未婚妻深受寒毒侵蚀，急需贵宗的寒玉冰禅宫来救命，还望宗主通融。哼，我宗绝学岂是你想要就能给的？倘若贵宗肯给，我愿用1000元灵石相赠；倘若不肯，哼，你想怎样？我虽不愿和贵宗撕破脸，但也不介意给贵宗制造些麻烦。武王制造出来的麻烦，恐怕代价不小。我们打个赌怎么样？你我2人比试一下，你可以施展任何手段。如果我能在10招之内赢你，你就将寒玉冰禅宫借我未婚妻一关，答应你的元灵石照送。反之，我等就此离开，不再打扰。好，一言为定。紫阳耀天。强的压迫感。冰绝千仞。烈阳毒海。他小小年纪，又是新晋武，实力怎会如此之强？凤血精炎。糟糕！你已经败了。愿赌服输，给你。多谢姬前辈，待晚辈化解寒毒，定将此功法完璧归赵。你是太阴之体，本就适合修炼寒玉冰禅功，可惜你太早入了昊天宗。也罢，这功法就当我送你了，请好自为之。你们赶紧走吧。姬前辈果然深明大义，不过还有一事，晚辈要提醒前辈，不要跟昊天宗结盟，更不要答应昊纣做任何事。告辞。此子潜力非凡，还是不要轻易得罪的好。师弟，现在我身上寒毒的问题已经解决大半，我们什么时候成亲啊？师姐，没想到你比我还急啊！哼，我才不急呢。是我娘说了，遇到好男人就要牢牢把握。当初她为了我爹，连冰禅宗弟子都不做了。我想，既然你不主动，那我主动总行了吧？师姐，我和昊天宗之间必有一场大战。等我解决了这场恩怨，就选个良辰吉日，布告天下，风风光光的娶你过门。终于突破真灵境后期了，昊纣也该从海外回来了。
师傅，您终于回来了。我这么着急叫我回来，究竟发生何事了？此事说来话长，还请师傅先随我去昊天峰，我会详细告知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世间竟有如此惊才绝艳之人，可惜却是我昊家之敌。可惜呢，此子桀骜，与一位封氏已对我昊家不敬，因此只能诛之。也对，如此人物，又不是出自昊家，等他成了气候，必不会把我们昊家放在眼里。不过，他现在有几样至宝在身，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除掉他。我看，还是启动圣令，召集各宗前来相助，联手诛杀此子。是，我这就去草拟圣令。怎么不见冰禅宗的武王前来？回禀师父，冰禅宗武王姬雪烟拒绝接受圣令，不愿参战。冰禅宗竟然如此妄自尊大！先解决掉聂风，再去找姬雪烟算账。今日召大家前来的目的，想必诸位已经知晓。接下来，我们来商议一下具体的安排。独自应战八大武王，万万不可！就算你已修炼至真灵境后期，但他们人多势众，你一人始终难敌四手啊！是啊，我和你师父虽然还没有突破武王，但还是有些手段。与你一同前往，多少也能增加些胜算。武王之下，确实没必要出战，但是你总该让我和你一起去吧？我明白各位的担心，你们放心，我既敢独自前往，定然有必胜的把握。可是风儿，爹，相信我，你们前去也只会增加我的顾虑。毕竟他们非正人君子，若是趁机劫持你们中任何一人来威胁我，我也只能坐以待毙了。剑大哥，聂家还需要你这个武王坐镇守护，就不要和我同去了。好吧，那你务必小心，若有万一，记得放信号给我，我会用最快的速度前去支援。聂风在此恭候。聂风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聂风小儿，杀我万剑宗武王，夺我万剑宗至宝，今天本王必将你碎尸万段！聂风，蓝佑堂和蓝化阳的死，你必须拿命来偿！你们可曾想过，即便你们8人联手，在本王面前，也可能命丧黄泉。啊！你们其中有不少人和我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井水不犯河水，根本没必要参与到这场私斗中。你们应该像冰禅宗的姬雪烟一样，不来才是明智之举。哼，小子，你休想扰乱我等心绪！在我们8大武王面前，你只有死路一条。你不但杀我昊天宗宗主，还杀了紫阳宗宗主和紫阳宗武王，连万剑宗武王也不放过。若放任你这样的好杀之人不除，将来必成9域大祸。浩宙，你可真是会颠倒黑白。昊天宗宗主眼红我的天资，多次逼杀于我，你怎么不提？紫阳宗宗主觊觎我真阳之体，威逼利诱不成，便想除之后快，你为何不讲？至于那蓝佑堂，他来我聂家闹事，招下死手，我若不杀他，死的人就是我，这些你为何不说？那个剑空尘，
陷害我剑大哥整整400年，完全是罪有应得。小子，你！我聂风并非好杀之人，但你们浩家咄咄逼人，实在欺人太甚。上一次有昊天剑阵在，我奈何不了你们。这一次，在这里的所有人都无路可逃。我给你们其他宗门最后一次机会，现在走还来得及。若执意帮助浩家，我也绝不留情。你们不想命丧黄泉，宗门被毁，就全力斩杀此子。他再要你，也只是武王，而非武圣。双拳难敌四手，速速斩杀此子！阳化棘手。此子竟有这等实力！我早就说过，昊天令根本困不住我。都愣着干嘛？动手啊！寻梦拳！六道灵音！你天上无极！万剑罡气，焚天剑落。
速战速决，先解决浩宙。糟糕！师傅，我来助你。嘿，师傅，撤！逃得了吗？师傅，你就安心去吧，徒儿会为你报仇的。连自己的师傅都不顾了吗？无耻小人！今天我就废了你，看你以后还如何仗势欺人！爹。相信聂风，他一定可以的。是聂风的气息，他胜了。师弟，你还好吗？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，害你担心了。没事就好。爹，严伯父，我们现在就定个日子吧，我要和师姐成亲。我和你爹早就帮你们选好日子了，就等着你凯旋归来呢。爹，你们怎么？7月初7，真阳剑主聂风和冰神医仙颜若冰大婚，邀请我宗前去。聂风要成亲了。雨嫣，雨嫣，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师傅，我们应该去吗？去，不仅要去，还要准备一份大礼。毕竟，这是一个跟聂剑主修复关系的好机会。可是，紫阳火脉很有可能就是他夺走的，而且前宗主和我堂哥的死都跟他脱不了干系。更何况，我们之前还参与了昊天宗发起的围剿行动。宗主多虑了。虽然我跟聂剑主接触不多，但我相信他不是那种有心机之人。且不说他为人如何，无论华阳还是右堂，他们和聂风多为个人恩怨，都是咎由自取，不该牵扯到整个宗门。何况如今的形势，昊天宗元气大伤，我们亦是损兵折将。此时如若拒绝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听云师伯的。不过，就现在宗内的情况，很难拿出一件能让武王强者满意的礼物。我在海外闯荡时，曾获得一块极阴寒铁，应该对颜若冰的太阴之体有益，就拿它当做贺礼吧。到时候你们两个跟我同去，以表诚意。多谢云师伯。先祖，求您开眼，降下无上伟力，助我们斩杀强敌，守住千年基业和血脉。传言昊天不死，昊家子孙可凭祭拜召唤先祖之力。可这都好几天了，啥动静也没有。你说传言会不会是假的呀？嘘，你小声点，当心一会儿先祖显灵，一掌劈了你。不知后羿为何召唤本座？老祖显灵了，昊天老祖显灵了！
乱哄哄的成何体统？老祖，第41代子孙浩博见过老祖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如今昊天宗只剩我一位武王，无法与聂风抗衡。倘若他杀来，昊天宗将有覆灭之危。恳请老祖降下神令，助昊家渡过大劫，诛杀聂风。昊天令和昊天剑可曾动用？都用了，就连天元宗、邪王宗、血云宗和道阴宗也动用了宗门至宝。但聂风仅凭在炎黄秘境获得的一枚宝珠，就让我们功亏一篑。这也难怪，你们用的昊天令乃是仿制品，其真品还在本座身上。想必其他宗门的至宝亦是如此。那枚宝珠应该和真正的昊天令属同一个档次，此子已非普通武王能敌。但本座身在真武大陆，回九域大陆需耗时3年，穿越暴乱风海。这样吧，本座将虚灵功传授给你们。若有人能领悟圣意，本座的部分力量就会附临其体，斩杀一名武王绰绰有余。大道本虚，魂道本虚，虚则存灵，灵灭魂消。心持虚我，嗔痴皆无。心念清净。一罗，不错，武道根基扎实，天赋与本座在真灵境时相差无几。参见老祖！参见老祖！聂风，马上就是你的死期了。慢点啊！虽然已至真灵境巅峰，但似乎总有一道无形壁垒无法突破。难道九域大陆的元气能量对巅峰武王作用不大？难怪那些武王要去外域闯荡。看来我也该为出发去海外准备一下了。不知这张符纸炼化后会有什么收获？这里是……原来这张符纸的作用是把人送回炎黄秘境。不错，你能炼化炎黄符，证明你已经达到了真灵境巅峰。仅用7年时间，就从宿魂境中期修炼至真灵境巅峰，勉强可以了。传送回炎黄秘境有什么好处吗？你通过了秘境考验，有资格获得神级武道传承以及至宝真武神力。只是此前修为太低，无法承受神力压身，我这才赠予你炎黄符。等待今日你再次到来，便可接受传承，获得神力。真武神令是什么？是真武神王留下的宝物，一共有9枚。真武神王。我们所在的世界真武界，九域大陆只是次级大陆，真武大陆才是主大陆。这个世界是被真武神王所开辟的，真武神王留下9枚神令，若集齐9枚神令，就能开启神王秘境。哪里有他留下的宝藏和秘密？看来这位真武神王很强大呀。神王来自于神域，而神域则是无尽武道世界的终点。神域？那另外8枚神令呢？在真武大陆，
神灵之间有特殊的联系，可以感知其他神灵的位置。为什么只留一枚在九域大陆？不清楚。听说神王陨落后，他的镇灵神元会滋养这片土地，最终孕育出一位至强体质的天才武者。炎黄秘境就是为此而存在。如果是这样，把9枚神令都留在炎黄秘境中，不是更好吗？神王自有他的道理，武道之路注定坎坷。前辈说的是，不知神令和传承要如何获取？跟我来吧。此乃神武玉璧，上面是诸多神级武道传承。你将手按在上面注入真元，它就会给出最适合你的武道传承。九龙神火诀。九龙神火诀是玉璧中最强的几种武道传承之一，与你的神炎珠正好相配。好神奇的功法，若修炼到极致，就能在体内练出9条神火炎龙。此功法在神域艺术上乘，修炼圆满可称雄一方，足以纵横真武界。前辈，你刚才说九龙神火诀能配合神炎珠？神炎珠中有一门名叫炎龙9变的秘法，和九龙神火诀是一体同脉功法。炎龙9变，九龙神火诀可以修炼出9条神火炎龙，而炎龙9变就是每练出1条神火炎龙，神炎珠的威力便提升一层。等9条神火炎龙都修炼出来，就能发动完全威能的炎龙9变，可越级斩神。好沉。这枚神令可有其他作用？炼化之后，你可拿它当神兵使用，其坚硬程度可攻可守，一般没几样宝物能抵得住它的撞击。不过，你最好先把它藏起来。如果让真武大陆的强者发现，你又没有足够的实力自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多谢前辈提点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不会动用它。炼化神令之后，你便可凭借炎黄符随时来此，还能带别人前来。不过一次只能带1人，若他能从玉璧上获得传承，也是他的造化。那到时候我多带些人来。不是任何人都有资格，至少也要速魂境巅峰才行，不然进入这里就会毙命。倘若以后遇到危险，我是不是也能随时传送到这里避难？可以，但传送的次数越多，距离越远，对神魂损伤越大。以你目前的修为，在9域大陆倒是没什么问题，若是离开了9域大陆就难说了。受教了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更好的保护我的家人不受伤害。哎呦，恭喜恭喜啊！热闹啊，真是热闹啊！他们当真是郎才女貌，来了不少知名的人呐。你看，紫阳宗蓝云武王率紫阳宗主蓝化吉、紫阳宗圣主蓝雨嫣前来相贺。恭喜，您里边请。道阴宗赵灵阴武王率道阴宗主公运秋、道阴宗圣女公雨瑶前来相贺。万剑宗剑精玄武王率万剑宗主剑功臣、万剑宗圣子剑流风前来相贺。里边请。都是各派的。恭喜，多谢。
玉言，对不起，这一世我们注定无缘。吉时已到，行礼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夫妻对拜。聂风，出来受死！